第201章晋级。启程。嘎吱，房门在灯火摇曳之间被轻轻地推了开来。萧炎狠狠地甩了甩脑袋，将脑中的一丝醉意丢了出去，反手关好房门，摇摇晃晃地来到床榻之旁，一屁股坐了下去。呼，轻吐了一口酒气，萧炎手掌揉了揉有些发疼的脑袋，不由得苦笑了一声。由于知道自己明天即将离开，所以先前便被大哥与二哥逮着狠狠地灌了一通，若不是因为明天要赶路，恐怕又得弄成不醉不休不可。脱去鞋子，萧炎盘坐在床榻之上，双手结出修炼的印结，呼吸逐渐变得平稳有力。半晌之后，一缕水气被萧炎从指尖弹射了出去，将体内的酒气排除之后，萧炎这才感觉到脑子清醒了许多，盘坐在床上沉吟了片刻，手指忽然轻弹在那戒之上，顿时屋内青光大涨，瞬间后又是急速暗淡。而在这眨眼时间，萧炎身前的半空处，一朵青色莲花座便是突兀的出现，悬浮在半空，静立不动。望着这完美的犹如艺术品一般的青莲座，萧炎眼眸中闪过几缕兴奋，手掌一招，让的青莲座的位置下降了一点，然后身躯一跃，竟然便是稳稳地盘坐在了莲台之中。萧炎身体的重量让的莲台急速下降了许多，不过最后当在与桌子高度持平的时候，缓缓地停止了下来。屁股接触着莲台，一股温热能量缓缓地透过皮肤，在萧炎的身体表面徘徊着，那股舒畅的触觉让的萧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双手再次摆出修炼的印结，萧炎的眼眸也是逐渐地闭上，片刻之后进入了修炼状态。随着萧炎进入修炼状态，一圈淡淡的青色光芒忽然自莲台之中升腾而起，最后把萧炎严严实实地包裹在其中。心神逐渐地沉入体内，依然是惯性地来到小腹处的气旋位置。心神在那紫色气旋之中扫了扫，萧炎略微有些惊讶地发现，在气旋之中竟然已经有着14滴紫色液体的存在。没想到这段时间略微减缓了修炼进度，居然还能凝聚出一滴液体能量，心中小小的惊叹了一番。萧炎心神一动，一缕紫色斗气自气旋之中分化而出，然后沿着焚诀的经脉路线开始了缓缓的运转。在功法开始运转之时，外界的房间之中，天地间的一缕缕火属性能量忽然对着处于莲台之上的萧炎暴涌而去。在这些涌来的火属性能量接触到莲台的那圈青色光芒之后，体积忽然急速缩小，待得他们顺利通过青莲光芒之后，体积竟然已经只有先前的1/5左右。然而体积虽然明显缩减了许多，不过只要观察的话，便是能够发现缩减之后的火属性能量明显要显得更为精纯，而且在那一缕缕淡黄色的火属性能量之中，似乎还隐隐地掺杂着一点点肉眼难以发现的青色能量。显然这些青色能量的来源应该便是先前天地间的火属性能量通过青莲光芒之时被顺便塞进去的。在顺利经过青莲光芒的提炼之后，一缕缕淡黄中掺杂着青色的火属性能量开始顺着萧炎的呼吸源源不断地钻进其身体之内。当第一缕能量进入萧炎经脉之中时，正在指挥着斗气运转的萧炎明显愣了一愣，在心神的注视之下，淡黄斗气之中的那缕青色能量几乎难以逃过察觉。心神疑惑地瞧着那缕安静温和的精纯青色能量，萧炎分化出一缕紫火斗气，试探性地将之包裹而进，然后开始尝试着炼化。随着炼化的进行，一抹狂喜逐渐地浮现在心头。在炼化之中，萧炎惊喜地发现，这缕青色能量的精纯程度几乎是到了一个有些恐怖的地步，而到了这一地步的青色能量，甚至已经能够免去萧炎再次提炼的步骤，直接灌注进入气旋之中了。这些青色能量应该便是青莲本身所携带的吧？难怪会如此精纯，经历了大地之火近1000年时间的锤炼，不精纯才有鬼了。心中快速地猜到青色能量的来源处，萧炎顿时喜得心花怒放。难怪连药老都对这青莲赞不绝口，这种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能够免去繁琐的提炼步骤的精纯能量，可是绝对能省去至少7/10的修炼时间啊！好东西啊！心中再次窃喜着喃喃了一声。萧炎迅速稳定心神，然后开始将那些涌进体内的青色能量与别的淡黄能量分离开来。青色能量为了保险起见，
萧炎将之在经脉之内运转了一圈，并未发现其他异状之后，这才灌注进入气旋之内。而那些淡黄能量则是因为精纯度的不一，在提炼了好几次后，最终方才灌入气旋。在这般分工明确的修炼之中，萧炎气旋之中的能量正在急速地充盈着。忘我的修炼从深更半夜一直持续到天色黎明之时，方才逐渐的停歇。当最后一缕能量被灌注进入气旋之时，萧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刚欲散去修炼状态，小腹处的紫色气旋却是猛然一颤，被这突如其来的颤抖惊了一下。萧炎急忙将心神围绕在气旋之外，心神扫过，顿时有些惊喜地发现，那气旋之内一小滴紫色的液体能量竟然是正在缓缓地成型着。终于是要凝聚第15滴了吗？望着那逐渐成型的紫色液体能量，萧炎喜上眉梢，急忙维持着心神的稳定，静待着那第15滴液体能量的成型。平静的气旋在此刻泛起一阵阵涟漪般的波动，而在涟漪的中心位置，便是那滴正滴溜溜地旋转着的细小紫色液体。液体极为有节奏地旋转着，而随着它的旋转，气旋之内充沛的紫火斗气也是在不断地对着其内涌去。叮，在某一刻，一声似乎并不存在的轻微声响悄悄地从气旋之内传出，而随着这声音的响起，剧烈波动的气旋也是缓缓地平静了下来。一小滴紫色液体能量缓缓地滚落其中，与其他14滴液体能量犹如小鱼一般调皮地在气旋之内游动着。在第15滴液体能量成型的那一刹，萧炎的身体也是为之一颤。在这一刻，他的心神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气旋原本已经到了极限的容纳密度，已经再次悄悄地扩张了许多，略微有些沉重的身体较之先前也是轻灵了一些，肌肉之中所蕴含的力量同样是在这一刻悄然暴涨了许多。感受到身体的诸多变化，萧炎心中清楚，现在的他已经正式成为了一名2星斗师。缓缓地睁开眼眸，漆黑的眸子中紫芒闪过，旋即消逝。萧炎轻吐了一口气，手中的印结撤销而下，腰杆一挺，身体便是飘落下莲台。站在莲台之旁，萧炎望着这依然完美的纤尘不染的青色莲台，忍不住的轻笑了笑，小心翼翼地将之收进那戒之中，然后偏头望着那蒙蒙亮的天色，不由得略微有些愕然的道：竟然已经天亮了吗？微微伸了一个懒腰，浑身的骨头爆响了一阵，萧炎行至床榻旁，将玄重尺平缓地背负在后背之上，轻声道：是该走了呀。背上玄重尺，萧炎来到桌旁，沉吟了一会，从那戒中取出大堆的极品疗伤药，直到将桌子摆满疗伤药后，又是取出一堆有着稀奇古怪药效的丹药，最后再拿一个小玉瓶，玉瓶之中装满了23粒回气丹。在石墨城的这段时间，萧炎知道这里虽然有着疗伤药的出售，不过数量却是极少，而且品质也不算很好。自己现在时间有些仓促，不能炼制太多的疗伤药，不过现仅存的这点也能够墨铁佣兵团使用一段时间了。而到时候如果顺利的话，他或许能够快速归来，到时候再好好的给墨铁佣兵团准备一番重礼。将所有东西摆好之后，萧炎这才拍了拍手，笑了笑，背负着玄重尺，缓缓行至门口，打开房门，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此时外面的天色还略微有些昏暗，遥遥的天际之边露出朝阳的半个小角。关好房门，萧炎刚走出没2步，便是被女孩那却生生的声音叫了下来：少爷，你要走了吗？轻叹了一口气，萧炎偏过头望着小路尽头的较小身影，缓缓地踱着步子走过去，手掌轻轻地揉着青灵的小脑袋，微笑道：小家伙，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办，所以不能在这里陪你了。青灵睁着碧绿的几乎和萧炎的青莲座一般干净纯粹的水灵眸子，望着面前满脸和煦笑容的萧炎，低声道：您还会回来吗？呵呵，当然还会回来，青灵好好努力哦。蹲下身子，萧炎望着那从青灵袖口中游出来的双头火灵蛇，轻笑了笑，抬起轻声道：记住我的话，为你自己活着，不必太在乎别人的视线，如果不喜欢，那就选择无视吧。用力地点了点小脑袋，青灵碧绿的眸子中有着许些雾气。呵呵，我走了，
代我向2位哥哥说声抱歉。站起身来，萧炎转身对着院外走去。少年背负着与身高同长的巨大黑尺，那背影看上去极为的洒脱。立在小路上，青灵望着那缓缓消失在黑暗之中的洒脱背影，小手轻轻抚摸着手臂上的双头火灵蛇，轻声道：“一定要回来哦。”佣兵团之内的一处高楼之上，萧丽撑着下巴望着那走出大院的少年背影，嘴角一撇，笑道：“这家伙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性子。”呵呵。一旁依靠着柱子的萧鼎微微笑了笑，目光凝视着那背负着巨齿的少年，轻声喃喃道：“小家伙真是越来越强了啊，看来我们也得努力了啊，不然日后只能拖他的后腿了。”高楼之上，2人相视对望，皆是放声大笑。